遊戲開發是一件很困難的事，這是大家都會講的事情，但具體有多困難呢？有哪些細節需要注意呢？我想很多人其實並不清楚，這其中困難的點，一股腦就跳下來做，結果處處碰壁，然後遇到挫折卡關後，就沒辦法繼續往前，導致專案胎死腹中。如果你也有這樣的經驗，或正在經歷這樣的問題，不妨聽一下這一期的影片，說不定可以釐清問題的原因，並且找到解方。大家好，我是技術人員 Ron。今天這支影片，我想用我的經驗來分享一下，我如果時間能重來，回到我第一次開發遊戲之前，有5件事我會希望自己早一點知道。如果你是正在準備，或是已經開發到一半，或是開發完之後一結算成果，發現其實算是失敗的人，我都建議可以看一下這部影片。這部影片我會分享我過去開發遊戲的經驗以及踩過的坑，聽完之後或許可以幫助大家未來不用再踩一樣的坑。另外這邊特別說明一下，因為我近期剛好在海外邊度甲邊工作，所以近期的幾部影片都會是用 AI 配音的形式哦。首先第一點，不要以為獨立遊戲開發跟上班一樣，這一點是最重要的一點。非常多的人最初抱持的心態就是錯的，導致做到一半熱情耗盡，找不到方法，資金枯竭等等的，最終遊戲開發不得不終止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很多人可能在原本的工作職位上，可能做個1-2年，覺得自己手邊的工作沒什麼難度，可能偶爾還有辦法私底下接1-2個小 case， 可能就開始有點自負，覺得自己應該可以開發獨立遊戲。殊不知，一般工作跟研發有個巨大的天塹，很多人可能自以為自己有足夠的實力可以跨過這個门檻，然後又覺得獨立遊戲開發很爽，工時自由，沒有雞掰同事、白痴主管等等的。再然後一不小心遊戲上線後爆火，賺錢之後就可以不用上班了，結果一做下去，發現現實跟理想完全是不同的。那這個巨大的落差來自哪裡呢？原因就在於你之所以在這些公司裡可以拿到穩定的薪水，可能還有年終等等的，這些都是前面老闆或其他前輩打拼下來的成果。你可能只是之後來在公司運營不錯的時候加入，開始享有這些薪資的待遇，甚至公司可能是做一些灰色產業的，你拿到的薪水比同行多個2到3倍，然後因為這樣可能就開始自我膨脹了。但真相可能是，你每天只是固定在公司待滿8小時，處理過的專案也不過都是別人寫好框架的遊戲換皮而已。甚至有些人加入公司3年，連一款作品都沒有，或是從業5-6年以上，連一款可以展示的遊戲都拿不出手，然後整天在那邊嘴炮說怎樣花式寫程式比較秋，學習新的東西都是靠主管或同事口耳相傳，然後看了很多新功能發布影片，卻沒有實作等等的。只要沒有拿出成果，講這些其實都是自我滿足而已。再者，公司工作分配是根據職能去分配的，也就是你被分配到的工作是你擅長的。但是，一款遊戲要正式發行，除了開發以外，還要去跑業務、籌措資金、發行前宣傳預熱、發行後持續宣傳以及持續維護等等的。這些都是你在原本工作中碰不到的，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是抱持着，反正你跟我講做什麼，我就做什麼啊。甚至你要這些人去學新的東西，或是去嘗試一些新的領域，這些人的心態就會覺得說，我只碰程式，或我只碰美術，或我只要會寫企劃書就好。不用跟我講那麼多，我不想學新東西等等的。那講到這邊，我想一定就會有那種管理職位的跳出來說，因為你沒有做好管理啊什麼的。我只能說我也看過管理學的書籍，但是這些在大公司擔任管理職跳出來說嘴的人，都會陷入思考誤區，覺得自己是管理職，下來帶肯定可以帶領好團隊。我必須講，這就是屬於站着說話不腰疼的類型。因為管理學講的情境通常都是公司有一定的規模，公司有資金上的餘裕的時候，你才有辦法利用一些管理學的技巧。那如果現在的狀況是，你連下個月的薪資都發不出來，工期一延再延，底下的人又偷懶，沒把東西做好，導致你必須親自跳下去自己做，在你都分身乏術的狀況下，你要怎麼花時間管理？情境不一樣，思考模式跟解決問題的方法就不一樣。上述的這些其實就是我的真實體驗，我就是運用公司的管理技巧去嘗試運營一個創業團隊，然後死得很慘的案例。那如果想了解詳細的實際案例的話，相關影片我有放在我的會員影片，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。接着第2點，明確你開發遊戲的目的。在開發前，你最好設定一個清楚的目的，比如你是想要賺錢，想要累積經驗、技術展示，還是只是做身體健康的，這些目的都是單一不兼容的。不要覺得說
我只是花業餘的時間來做而已，我可以邊做邊累積經驗。做得好的話還可以當技術展示，又說不定有機會可以賺到一點小錢。Stop， 請停止這樣的幻想。現實狀況裡沒有什麼既要又要的事情，特別是你如果沒有完整開發遊戲並發行的經驗，基本上不可能做到既可以累積經驗，又當技術展示，又賺一點錢的。如果你是單純想靠遊戲賺錢，那就鎖定單一目的性，然後往這個方向去構思跟努力，不要想得太輕鬆太美好。但我想一定有人會講說，可是聽說那個叉叉團對他們就是業餘做一做，一上線爆紅，不小心就賺錢的啊。我只能說你看到的是一個偶然成功的案例，個人能力、資金、開發時間、市場環境等都會影響到一個成功的可能性。與其追逐一個偶發的概率，不如專注把自己能力範圍內可控的內容做好。另外，這邊再說明一下，很多團隊都會陷入一個常見的陷阱，那就是過度打磨某一個部分的細節，導致真正重要的事情沒做好。我稱之為過度完美主義。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其實也很簡單，因為過去在公司可能擔任比如說角色建模的工作好了，因為是熟悉的領域，就會想要花很多時間把東西打磨到極致。但這個就是過度完美主義的陷阱，因為遊戲是一個整體，它好不好玩，能不能玩才是重點。有可能你在那邊刻了一整年的模型，結果遊戲是第一人稱視角，幾乎都看不到主角的臉，或是你自己以為寫了一個很屌的框架，結果其他功能都沒做好，導致進度不斷延期。上線之後導致遊戲根本就不好玩，這些框架也都看不到，那你寫那框架的意義是什麼？第三點，規劃一個可以被執行的方案，而非一個虛無縹緲的計劃。相信很多人一定都會以為說，我一定要準備好很多錢，學好程式或畫畫，或會寫很詳細的企劃書才能開始制作遊戲。這些雖然並不算錯，但只能說這觀點比較片面。以我現在的觀念來說的話，我建議不要想那麼多，趕快去規劃，趕快去做，而且要依照你現在可以支配的資源去構想，不要想說未來可能會有資金投入，美術或程式開案之後再找等等的。就以當前你手邊的東西去盡可能的規劃。如果你發現資金不夠，技術不夠，那你就要思考有沒有折中的方案，比如制作的規模縮小，修改劇情量，將部分的工作外包，引入 AI 工具輔助等等的，都是可以選擇的方案。但如果你怎麼改都是無法湊齊一個完整可行的方案的話，那就代表你還沒有能力可以完成一款遊戲。那我會建議你先去把缺少的部分補上，再來執行比較好，比如資金、知識、技術等等的，不然硬做下去基本上只會死得更快而已。然後上述的方案必須是你可以堅持執行到完成發售為止的，可能1年，可能2年，或甚至更久。因為如果你做到一半沒有上架的話，這東西即便再好，而不過只能算是半成品而已。而你有正式發行的話，即便你可能做出来的東西很爛，發行後下載量很慘，這也沒關係，因為這就是一個過程。只有你行動起來，才有可能把事情往好的方向推進，你才會知道你缺乏什麼，下一款遊戲才有機會做得更好。但很多人就是卡在這個0到1的啟動過程，因為他們規劃的是一次啟動就要直接到10，甚至到100。這個除非你天生神力啦，不然我覺得很少有人可以第一次開發就拿出完美的作品。第4點，慎選你的成員，不要急着組建團隊。這點基本上延續第1點的說明的內容，因為即便你個人做好心理建設，但是你找來的人未必是這樣想，甚至開案之前講的信誓旦旦說可以做沒問題，但真正做下去之後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。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團隊前面組建起來的時候好好的，但很快的在1年內會解散，大多都是這個原因。我聽過很多的案例都是這樣，一群人可能是同事或同學，他們可能是相關行業或相關科系出身，照理講這樣的團隊存活率應該很高才對吧？但其實並不一定，因為大多數团隊初期時可能都非常的有熱忱去開發遊戲，但平均過了半年左右，熱情燒完了，就開始因為錢、開發進度、開發理念而吵架。特別是在遊戲業有一定資歷的人組成的團隊，他們會很容易把創作當成工作，就會出現一種狀況：團隊有提供基本薪資的話，就把這個當成副業工作，每天只花固定的時數工作來混日子。但如果換成發行後分潤的形式的話，反而容易出現一種狀況，就是初期開發不投入心力，發現遊戲開發週期很長後，就對遊戲完成不抱期待，開始擺爛，導致遊戲開發週期被無限拉長。
然後好笑的是，有些人過程都在擺爛，但等到遊戲上架後，意外的有賺錢的時候，這些人又會跳出來說要分錢。所以到最後你會發現，真正能夠扛住開發的辛苦的人只有少數人而已。那倒不如一開始就不要制作太大規模的遊戲，部分的人員可以用外包的形式來合作，等到真的成熟穩定之後，再考慮將團隊擴編。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挑人的話，我簡單提供幾個條件，方便各位評估。如果以下條件符合其中1點的，基本上都可以刷掉了。1. 工作年資未滿3年的。2. 工作年資5年以上未達資深或主管等級的。3. 平均每年至少有1到2件作品公開，包含正職跟外包案等等的。4. 下班時間有花時間精進自己的能力，而不是只有打電動而已。以上這幾點，我認為是如果要做獨立開發的話，最基本的能力要求，因為這些條件基本上涵蓋了工作的基本能力、經驗值、積極度跟自我學習能力，這些對於獨立開發是最重要的。除非你今天公司已經穩定，缺的是最底層的打工人的話，就可以考慮把條件放寬一點。第5點，行銷宣傳也很重要。最後這點我認為是第2重要的，因為遊戲開發週期很長，所以千萬不能等到開發完才開始宣傳。從前期開始，一有 demo 最好就放出來試試水溫，然後參加展覽增加曝光機會，千萬不要等到遊戲上架後才開始宣傳，這樣會來不及的。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宣傳的話，建議可以先找發行商配合，從雛形就開始跟發行商溝通，發行商也會配合給予意見等等的，他們有資源也會幫你規劃行銷宣傳相關的事情，那你就可以把這些交給專業的團隊，你們自己就安心開發就好。但這邊要注意，不是你找發行商，發行商就會想要收的，這就要回歸到第2點上，你要明確你的目的。如果你想賺錢，那在立項之初，你就要先想好你要做什麼。那你這個遊戲適合找什麼樣的發行商？因為發行商的目的也是想要賺錢。如果你只是練練手或做爽的，那也不需要浪費彼此的時間。好了，本次的影片內容就到這邊了，希望這些建議可以幫助到未來的開發者。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。